So when we teach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the West, most ethics are divided into anthropocentric ethics, right? Ultimately for the good of human beings, biocentric ethics, which are about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 living beings, and then ecocentric ethics, which are about the system as a whole. And I was wondering, I don't know if he's encountered this before, but how a Tibetan Buddhist view fits or complicates those categorizations, because it seems like the logics actually blur all three, right? So you don't want to harm a mountain, because it would harm you, right? So that's kind of anthropocentric. You have a Buddhist view of like every living being has the right to live. It's a biocentric view. And then you have other like criticisms of the Western tendency to set aside certain lands for protection, and you could argue that it's a more ecosystem, holistic view. So I don't know if he's encountered these categorizations, but I wondered what he thought about. 我是觉得可能，这个学术界这边这个以生命为中心的这种环境伦理啊，就是可能是从刚才我提到的广义上的这个生命可能，但如果它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整个人类和动物，就是这个生命为中心的话，那就是佛教是可能着重于。这个中间的以生命就是为中心的环境伦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一直这样认为，就是佛教也是说是这个生命是最可贵的，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思想呢，当然是有高的，有中等的，也有比较低的，有些人类的这种思想呢，就是很高尚的，但是中的来讲呢。对爱护这个所有的，包括动物的这个生命，对人类的生命就是爱护。那么对这个环保就是非常重视的话呢，这是过于一切全球的这个文化。就为什么呢？我们的人类的教育呢，就是一定要越来越提升，就是对所有的生命就是要关注。如果我们人类这是一个人类就是为中心的话呢，实际上是对。整个生态也好，对这个外面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生命呢，就是不是很负责任的，因为人类为了就是自身的利益呢，就是很有可能就是各个国家呢，就是他会为自己的中心而利益，就是就摧毁就是环境，这样这个生态平衡呢，就是很难以就是实现。同时呢，我觉得是人如果体现自己的生命价值观而奋斗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是对其他的这个动物。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对一些科学界也好，其他宗教也好，最大的一些不同点呢，对所有动物的保护方面，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的观点讲，一定要。就保护这个所有的这个生命。虽然我跟动物呢，就是现在比较起来，因为我的这个思想还没有很高的层次，就是我们就是很多人的可能保护人类，但实际上这种理念呢，并不是很先进的。如果我们的理念真的跟动物跟人类呢，就是一样的，就是保护，就是到这样的身上，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人类的思想呢，就是已经就是更上一层楼。那有了这样的理念的时候呢，对整个环境和对整个生态平衡的话呢，他用一种爱的这种这个行为来就是体现，就是发挥就是他的一切的这种行动，就是所以说呢，我觉得佛教的这个思想呢，就是应该是保护就是所有的不但是人类，还有呢就是动物，同时呢就是植物也好，就是整个国家，因为我们大乘里面讲这个完全是利他的，这是佛教思想里面最高的，就是没有自私的心，就这是全人类来讲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因为我们世界上就是包括就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呢，它也是对人类有一个贡献，就是从这个层面讲的嘛。所以我觉得是人类的思想呢，就是还要可能不断的要这个提升。